命运从不逾越，它可能是清晨窗外突如其来的暴雨，打乱精心计划的行程，也可能是午夜电话里传来的噩耗，让人瞬间跌入深渊。它以各种面貌出现，有时温柔如迎面春风，有时冷酷如刺骨寒冰。然而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叩响人生之门，它都在传递一个讯息：停下来，看看你身处的此刻。此刻你是否正站在破碎的片段中，试图缝补这些人生裂缝？如果那些你想急切修复的破口，实际上是命运有意留下的入口呢？人们习惯将好运视为奖赏，将厄运视为惩罚，却不知道好运不是努力争取来的战利品，而是你停止对抗之后自然流动的结果。人们以为混乱、不顺、失败是某种惩罚，但从未有人告诉你，那些你极力想摆脱的阴影，其实是一场伪装成苦难的觉醒仪式，是灵魂对你的召唤。这样的召唤是让你读懂命运的语言，那是你在每一次经历中所释放出的共振之声。频率是一种灵魂的回应方式，你是什么频率，你就会看见什么样的命运。当你不再逃避混乱，而是穿越它；不再否定困惑，而是拥抱它，那些潜藏在阴影中的天赋便开始苏醒，流向你生命之河的每一个支流。此刻你的命运在向你发出邀请，邀请你翻开那部从未真正读完的内在篇章，你将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你的命运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英国作家理查德·路德是一位灵性思想家，曾就读牛津大学主修文学。30岁前，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内在觉醒，他称之为来自宇宙智慧的传导。这是一场长达3天的意识开启过程，使他接收到大量非语言的直觉讯息。经过多年的整合与解码，他最终完成了其代表作《基因天命》。这部作品融合了东方的易经、西方心理学、人类设计系统与基因科学，试图揭示人类潜意识中的命运蓝图。理查德指出，每个人天生拥有64道内在密码，对应64个基因钥，每一道密码都可以经由3个阶段触发我们的灵魂进化。第一个阶段阴影是最低频率的状态，呈现出压抑与扭曲，揭示我们尚未理解的内在部分。它反映限制性信念、受害者心态与未愈创伤，是我们最常抗拒却反复出现的生命课题。阴影的本质是恐惧与评判所产生的收缩能量，阻碍生命自然流动。第二个阶段礼物是阴影转化后展现的创造力与天赋，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超能力。当我们接纳阴影，那份灵性礼物便会自然显现。最终阶段是神性，频率最高的状态，与宇宙和谐共振，是灵魂活出完整自我的标志。当你活出神性的频率，你不再需要急于掌控命运，因为宇宙会开始自动为你调频。世界不再回应你的努力，而是回应你此刻所散发的神性频率。要理解基因要如何运作，需介绍一下人类设计系统。它结合占星、易经、脉轮与量子物理，认为每个人在出生时会与当下宇宙星体共振，形成独特的能量图谱。这共振会唤醒灵魂中的潜能，协助我们走上契合天命的生命轨道，避开不属于自己的路径。简言之，你活在哪一种频率，就会召唤哪一种命运。命运不是重复宿命，而是频率对齐后的自然流动。恐惧与匮乏启动阴影频率，觉察与接纳则引领我们进入灵性的礼物频率。命运真正的转变来自内在频率的提升。当你接纳自身经历与特质，阻抗便消失，好运也随之而来。好运不是奇迹，而是你成熟频率自然吸引的结果。当你说我愿意看见并接纳我此刻的样子，那一刻起，
好运的密码便悄然启动。命运常被误解为一种无法改动的剧本，好像出生的贫富、个性的缺陷、命宫的吉凶都是写死的安排。这种观点让人不是沉沦于无力感，就是急于逃避，用无止境的努力去对抗命运，仿佛只要够拼就能逃出升天。然而，这样的抗拒反而让我们离自己的天命越来越远。就像一个人逆着风跑，只会更快地筋疲力尽。理查德在《基因天命》中提出，命运不是铁律，而是未被开启的智慧密码。每个人的 DNA 中都潜藏着3种状态：阴影、礼物与神性。你活在哪一种频率，决定了你活出哪一种命运。我们痛苦，不是因为命不好，而是我们误会了命，误以为它是惩罚，却没看见它是提醒。真正的牢笼不在命，而在我们对命的恐惧。在东方传统文化中，认命常被当作消极的表现，好像是放弃、不争气，是一种向现实低头的无奈。但基因天命的核心观点却颠覆了这种看法。认命是重新认识命运，不是被命运踩在脚下，而是与命运共舞，是承认宇宙的智慧远胜于我们的计划。理查德强调，每一次内心的臣服都是向内在的真实靠近。当你认命，不是变得被动，而是进入了一种高度觉知的状态。你不再浪费能量抗拒无法改变的事，而是把能量集中在当下，投注在那些真正能够带来转化的地方。当你认命的那一刻，就是转化旅程的起点。阴影不再是问题，而是通往天赋的入口，挫折也成为灵魂召唤的方式。这是一场频率的转变，当你诚实承认这就是我的路，宇宙才会开始把真正属于你的资源与机遇带来。认命是一种开启的动作，它就像在大雨中不再试图逃跑，而是打开双手接受这场雨，也是滋养。那一刻开始，好运的种子才有可能悄悄在你心中发芽。我们习惯用追求这个词形容我们对幸运的渴望，但追求本身就隐含着它不在这里的信念。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旅程，因为好运从不是外面跑来的，它是从内在频率显化的结果。当你越是把幸运放在远方，你就越把自己困在一种永远不够、永远在等待的能量场里。这种等待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否定，它默默告诉宇宙，我还不值得，我还没准备好，而宇宙也只能回应你发出的讯息，再等等吧，再等等你真正相信自己的那一刻。根据基因天命的架构，每个人的命运中都有一个礼物频率，而好运只会出现在我们进入这个频率的时候。你越是焦虑想要成功，反而越会活在阴影频率中，那是一种恐惧、匮乏与比较的状态。这种频率会持续吸引与它相应的事件与情绪，让你越想逃脱，越深陷其中。很多人误以为改变命运就是要更努力，思考更正确，做出更完美的选择。但事实上，命运的流动往往是来自一个更简单的内在动作：放松、信任与允许。当你停止强求，开始接纳当下的自己，开始真正理解命运不是阻碍，而是邀请，你就从一个追逐者转变为一个显化者。你不再依赖外界的安排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是让内在的稳定与清明自然发出一种邀请宇宙回应的频率。那是一种深层的宁静，不是用语言去证明什么，而是透过你整个人的状态、气场与振动频率，让宇宙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。理查德·路德将人类的潜能分为64个基因药，每一药都包含一个阴影、一个礼物与一种神性，这就像是命运的3层楼。我们大多数人卡在第1层，对抗阴影、自责、逃避，而唯有看见它、穿越它，才能抵达第2层，也就是那个我们与生俱来的天命礼物。所谓好运，其实就是你活在那个对的楼层。不是宇宙改变了，而是你对自己的解读发生了转变。很多人以为成功来自选对行业、遇到贵人，
其实那些都是果，而不是因。幸运真正的因，是你内在频率的转化。换句话说，好运从来不是外来的偶发事件，而是一种你与命运协调共鸣的结果。当你的内在不再处于恐惧、否定与抗拒，而是愿意全然地面对与承担，你就会发现，好运早已不是偶然，而是你每一个当下选择对其真实自我的自然延伸。所以，命运不是拿来算的，而是拿来觉察的。你的阴影不是你的罪，而是你尚未开花的种子，它们在等待你回头看见，等待你用理解与爱点燃，让它们转化为礼物，并指引你进入那第三层的神性状态。那不再是挣扎的你，而是一个与宇宙和谐共振的你。认命让你进入一种宇宙智慧的对齐。当你真正不再抗拒，而是看清命运中的讯号与节奏，你会惊讶于生活原来可以这么顺心，原来所谓的逆境其实只是灵魂在为你重新校准。当你内在频率对了，整个宇宙都会重新编排路径，让你走得轻盈又正确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一种深层共振的实相。当你内在的阴影被拥抱，你就打开了礼物的能量场，而命运像是一张听见指令的图谱，开始自动引导你走上更宽广的道路。认命不是放下主控权，而是承认宇宙才是真正的导航系统，而你只需要是那个愿意与更大的秩序并肩航行的人。真正的好运从来不是改变命运的结果，而是你在命运面前选择与它合作，与它共鸣，让生命的频率开始流动成诗。好运来自频率对准，而非祈求。理查德指出，转化阴影的关键在于关照，如实看见那个恐惧中的自己，而不是逃避或压抑。真正的频率转化不是短暂的觉醒，而是持续对情绪与混乱的觉察与接纳。他称这为内在的回响练习，强调在日常微小选择中调频你的整体存在感。这些内在的微小调频便铺垫了下一阶段的转化之路。在基因天命的进阶注解中，理查德提出频率连锁效应这个概念。当你对一个阴影做出高频的回应，例如用理解取代防御，用静默取代反击，这种选择会启动一连串正向的频率回路，像骨牌一样将你从阴影状态引入礼物频率，甚至引领你进入神性场域。也就是说，好运的降临并非宇宙突发的安排，而是你选择回应方式的自然延伸。这不是速成的训练，而是一种灵魂肌肉的锻炼。每一次面对生活难题时，你是选择批判，还是选择带着意识去回应？正是这些微小的选择，决定了你处在哪一层频率，也决定了宇宙能否与你共振。以下是启动内在好运支流的3个关键步骤。第一步，觉察阴影，不是批判，而是看见背后的渴望与伤痕。诚实面对恐惧与不安，是转化的起点。也许是一个被忽略的念头，一个你选择倾听而非逃避的时刻，或是你意识到嫉妒与担忧背后其实是渴望被爱的心。第二步，接纳当下，允许自己尚未完成，也允许现实不完美。这份宽容能打开内在能量，与更高智慧共振。接纳不是妥协，而是温柔地对自己说，这样也没关系，即使失败，也愿意拥抱当下的自己。第三步，活出礼物，从微小的举动开始，让你的言行展现内在频率。可能是一句耐心的回应，一个沉默的选择，一杯为自己煮的茶。当你这样活出自己，宇宙也会自动为你开路，因为你已经开始与真正的自己共振。正如理查德所说，你如何选择回应你的生活，就是在创造属于你的频率。这是一种深度的灵性成熟，你不再让命运决定你的状态，而是用你的状态引导命运来到正确的方向。回望我们一生中所有觉得不公平的时刻，其实都是灵魂早已写下的伏笔。我们以为是命运伤害了我们，后来才懂，
那是命运想把我们引到正确的位置上，那个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回头看，才会发现早已铺好的位置。理查德曾说，所有的阴影都是爱的请求，这是一种宇宙语言的深层理解。每一次命运的考验，都是爱在变装后出现在你面前，等待你拥抱，等待你愿意不再用恐惧去回应它，等待你打开那把密钥，把痛转化为光。当你真正的认命，你会发现，命运从不是惩罚，它是你灵魂与宇宙共同写下的诗篇。每一段落，每一转折，都是为了让你活出真正的你，那个能够接纳阴影，转化痛苦，并将自己活成一道频率之光的你。好运不是外来的礼物，而是你准备好了的自我，在对的时刻开启对的门。好运是当你不再问为什么是我，而开始懂得原来就是我时，自然涌现在你生命之中的。认命不是认输，而是终于明白，命运不是你要翻越的高山，而是你早已站立其上，只是你还未曾俯瞰。你不用再攀登命运，因为你早已处于命运的高度，只差没有意识到，你可以用高处的视角去看清自己。当你停下来，看看你身处的此刻，看见全貌，那些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障碍，原来都是引导你回到自身中心的坐标。真正的光，从不是外界点燃的，而是你内在稳定后向世界散发出去的。那时，世界不再是你要征服的战场，而是一首等待你以频率奏响的乐章。而你，就是那个终于懂得认命真正意义的人。你这一次不再退缩，而是温柔地说：谢谢你，命运，我准备好了。